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的内容似乎是针对头发变薄的男性，但实际上希望所有人都能观看，无论年龄、性别，或是否有头发或头皮相关的问题或烦恼。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停止使用洗发水。洗发水给头发和头皮带来的问题远比大家想象的多，继续使用可能会让头部问题的困扰伴随一生。如果不喜欢这种情况，您需要做的就是停止使用洗发水。停止使用洗发水后，每天对头发和头皮造成的问题就会消失，恢复原本正常的环境，逐渐变得更加健康，然后重新打造出浓密不易脱落的头发。这次是关于抗衰老治疗的专题，我将解释一本名叫《停用洗发水会让头发增多》的书籍。本书主要介绍了关于如何让头发增多，以及造成脱发、头发稀疏、发干的原因。这次是由抗衰老治疗专家宇津木隆一医生解释停止使用洗发水会增加头发的原因。作者不使用洗发水的生活已经有7年了，起因是对洗衣用合成洗剂过敏，无法使用合成洗剂，因此转而使用纯肥皂，并开始对洗发水的成分产生怀疑。调查后发现，洗发水中含有强效的表面活性剂、致癌物质和干扰激素的成分，对身体并不有益。为了了解不使用洗发水会有怎样的感觉，作者试着只用水洗头发，结果意外地发现没有洗发水也可以。事实上，作者被这种舒适感吸引住了，然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7年。在这7年里不用洗发水的结果，作者的头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简单来说，大致如下：头发变得更浓密，有光泽和弹性感，只需用手指轻划就可以整理发型。不到半年时间，头发油腻和异味消失了。约3年后，开始变薄的前额头发数量增加了，不再需要洗发水，意味着省去了许多麻烦。浴室不再有洗发水瓶，变得更加清爽，同时也省去了洗发水、护发素和发胶等费用。实际上，周围也有一些开始用水代替洗发水3到5年的人，他们的头发问题得到了改善，不再有气味等烦恼。如果按照他们的方法实践，很可能会有同样的体验。让我们立即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首先解释为什么一般认为用洗发水会导致脱发，接着说明用正确的洗发方法能使头发更加健康。最后谈谈推荐使用水洗头发的理由。那么我们立即开始解释为什么一般认为用洗发水会导致脱发吧。作者认为使用洗发水会导致脱发，那么使用洗发水为什么会导致头发稀疏呢？为什么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使头发变得更加健康，头发量增加，甚至消除头发异味呢？因为洗发水对毛发健康造成了损害，阻碍了毛发生长，这是最大的原因。也许你不相信，但事实上，没有使用洗发水习惯的人往往拥有更健康的头发。作者的导师，大学整形外科教授，据说每个月只用水洗1次头发，从不使用洗发水，但从未出现过脱发问题。实际上，即使演艺圈的艺人，也有很多人不使用洗发水，因为他们知道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消除脱发。那么，洗发水会对头发和头皮产生哪些不利影响，加速脱发呢？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皮脂腺和皮脂的影响。使用洗发水过多会从外部刺激并洗掉保护头皮和头发的皮脂，然后皮脂腺会过度分泌以补充不足的皮脂，使皮脂腺发育过度。这种过度发达的皮脂腺对头发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我们的头发通过毛细血管获取营养，利用这些营养进行细胞分裂，从而生长出浓密而坚固的头发。然而，皮脂腺发育过度会导致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大部分被转移，无法支撑头发充分生长。结果是粗长的头发减少，而细短的甚至毛发增加，导致头发变得逐渐稀疏。也许有些人认为每个毛孔只会长出1根头发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头发得到充分营养的健康状态下，
通常一个毛孔可以长出2到3根粗硬的头发，不过由于皮脂腺肥大，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就无法支撑多根头发生长。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1根或2根头发最终会变得像胎毛一样细。头皮过于薄也是脱发的一个原因。作者在观察患者时发现，头皮极度薄的人会询问有关头发护理的问题，大多数人会非常认真的洗发，特别是有洁癖的人，他们每天洗2次甚至3次头发，使用大量洗发水，洗发时持续5分钟甚至10分钟，有时还会进行2次洗发。许多人使用昂贵而特殊的洗发水，认为这样可以精心护理头发，但却意外地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作者指出，每次洗发时，洗发水中的强效表面活性剂会破坏头皮的屏障，导致头皮新陈代谢减缓。表面活性剂溶解角质细胞内的天然保湿因子和有用的细胞间脂质，这些成分构成了头皮的屏障功能。一旦屏障功能被破坏，皮肤就会变得干燥，导致细胞无法再生，细胞再生受阻，头皮细胞数量减少，头皮自然变薄。健康的头皮皮肤只需3至4天就能恢复受损的屏障功能，但许多人在此之前已经使用洗发水破坏了屏障功能。那么，为什么头皮变薄会导致脱发呢？这是因为头皮对于头发就像土壤对于农作物一样，如果把头发比作农作物来理解，会更容易明白。健壮成长的农作物在土壤中长出坚实的根系，但是如果土壤变少变薄，作物就无法充分生根，并且无法健康成长。同样的，如果头皮变薄，就无法让毛发充分生根，无法健康成长。大部分头发的根部会随着生长向下延伸，深入到接近头骨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让根部深深扎根于皮肤深层，从而使头发变得又粗又硬又长。然而，如果头皮变薄，即使想要生长出粗硬长发也无法扎根，因为下面就是头骨，无法养育健康的头发。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洗发水会彻底清洗掉所有必需的皮脂，导致皮脂腺角质的发育，并破坏了皮肤屏障功能，使头皮严重干燥，进而导致细胞新陈代谢减缓，头皮厚度减少，最终导致脱发。这些内容可能会让很多人对洗发水产生疑惑和担忧，但实际上，洗发水之外还存在更多潜在的危险。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会对生成头发根部的细胞造成伤害，这些根部的细胞是制造头发的基础。同时，洗发水也会杀死保护头皮免受病原真菌和细菌侵害的常在菌。此外，洗发水还含有数十种难以理解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随着每次洗发而渗入头皮中的数以万计的毛孔，而头皮的毛孔相比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孔要大得多。听到这些说法，即使稍作思考也会让人感到不安，对吧？每次洗发时，头皮和头发接触洗发水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但如果每天如此，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会慢慢受到化学物质的侵蚀。虽然有人会说，人体有排毒等防御机制，因此不会那么容易受害，但不要忘记，人体的排毒速度也是有限的。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洗发水中含有被认为具有致癌和激素作用的成分，据说可能增加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等风险。然而，我们并非轻易受害，因为人体具有排毒等防御机制，尽管有些限制，但仍在努力维持着我们的健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洗发水对头皮和头发有益，但实际上对头发、头皮和整体健康都不利。我不仅想要警示大家这些问题，还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提到一些积极的方面，请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我将详细说明停止使用洗发水如何促使头发恢复健康。听完这些内容后，你有何感想？或许很多人开始对洗发水产生怀疑，不再信任它了。
对于那些享受洗发时头发清爽感觉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但请想一想，无论是使用过多的洗发水、昂贵的护发产品、名人推荐的生发产品，甚至口碑很好的护理产品，您是否真的看到了预期的效果？脱发、细发、毛发无光泽、不健康等问题，即使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进行护理，也未必能改善。对于那些无法改善头发问题，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如果你想要让头发和头皮变得更加健康，那么从今天开始停止使用洗发水，并采用立竿见影的洗发方式非常重要。作者认为，实践立竿见影的洗发方式至关重要。那么，立竿见影的洗发方式有哪些好处呢？让我们具体来谈一谈。首先，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确保头发得到充足的营养。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洗发水会导致皮脂腺发育过度，这些过度发达的皮脂腺会夺走头发本应得到的营养，从而导致营养不足，进而引发脱发。为了让发根获得足够的营养，生长出健康又强壮的头发，我们需要控制皮脂分泌量，将过度发达的皮脂腺恢复到正常大小。通过停止使用洗发水，就可以避免过度清洁头皮，从而不会使头皮过度缺乏皮脂，皮脂分泌量也会逐渐减少，同时皮脂腺也会逐渐缩小，不再出现过度油腻和异味的问题，令人感到轻松自在。减少皮脂分泌量可以减轻头皮油腻感和头发黏腻感。此外，枕头上散发的不愉快气味主要源自皮脂氧化产生的脂肪酸和过氧化脂质，减少这些物质也将减少气味。停止使用洗发水有助于毛发的基础组成单位头发根部的细胞恢复活力。洗发水中的防腐剂和表面活性剂等化学物质会渗入头皮毛囊的表层，直接影响头发根部的细胞的功能，导致其活性降低。因此，彻底清除这些化学物质后，头发根部的细胞就能恢复正常功能，促使头发健康且浓密生长。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不仅会刺激皮脂腺发育，还会破坏表皮屏障功能，使头皮干燥，影响细胞分裂，最终导致头皮变薄，无法为头发提供充足支撑，影响头发健康生长。停止使用洗发水后，头皮逐渐恢复水分，基底细胞活性增加，头皮也变得更加丰盈健康。此外，停止使用洗发水还能增加常驻菌的数量，保持头皮健康清洁。我们皮肤表面到处都有常驻菌，它们不仅存在于皮肤上，也寄居在头皮上。这些常驻菌在头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防止其他细菌和真菌的侵入。然而，洗发水中的防腐剂如对羟基苯甲酸酯会杀死这些重要的常驻菌，导致感染，风险也会随之增加。这些微生物的侵入会导致皮肤发炎，出现红肿、瘙痒、头皮屑增多等症状，持续阻碍头发生长。原本以为是好事的洗发水，实际上破坏了有利于头发生长的环境。作者指出，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让常驻菌不受伤害，使头皮保持健康和清洁状态。您对此有何看法呢？总结一下，只需停止使用洗发水，脱发、头发油腻、异味、头皮炎症等问题的根源就会消失，自身也会恢复到健康正常的生发环境中。更令人惊喜的是，实践立竿见影的洗发方式还能使眼白更清澈，皮肤更光洁。拥有健康的头发和皮肤，外观印象自然大不相同。这种期待变美的心情也会逐渐增强，最初的抵抗会变为期待。现在让我总结一下之前的内容。我们已经介绍了立竿见影的洗发方式的好处。要点一：停止使用洗发水，使皮脂不被过度清洁，从而恢复皮脂正常分泌，同时使过度发育的皮脂腺逐渐缩小。之前夺走头发营养的大量皮脂腺缩小后，头发的营养短缺问题也会得到改善，同时油腻感和异味也会消失。要点二：洗发水中含有的防腐剂和表面活性剂
会直接影响毛根干细胞的功能，导致其活力下降，并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让毛根干细胞恢复正常功能，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得到恢复，细胞分裂恢复正常，头皮也会变得丰盈健康。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保护头皮免受病原真菌和杂菌的侵害，不会杀死有益细菌，保持头皮健康清洁，为头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有助于改善脱发等问题。此外，还可以让眼白和皮肤更加清洁。接下来，我将分享3个关于水洗头发的建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洗发水是导致脱发和头皮问题的最大原因之一。停止使用洗发水可以改善这些问题。然而，仍然有一些人对水洗头发持有疑虑或抵抗，可能是因为担心洗后头发不够清洁，或者担心气味增强，头发更油腻，或者头皮更痒，产生头屑等问题。这些担忧都可以解决。请放心，不是说不能洗头发，而是在洗头发时不使用洗发水才是关键。每天洗头是可以的，只是要停止使用洗发水，改用水来清洁头发。事实上，只用水洗头发比使用洗发水减少皮脂分泌量，同时头皮和头发也能保持清洁。只用水就能彻底清洁皮脂和污垢。同样适用于气味，水可以清洗掉臭味源，如脂肪酸和过氧化脂质。只是刚停止使用洗发水时，由于皮脂分泌量仍然很多，可能会有些许异味。大约过了3周左右，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开始减少，最迟在经过4到5个月的时间后，皮脂腺也会逐渐缩小，因此气味就不会再成为问题。在此之前，大家可能习惯用洗发水洗头来去除气味，但实际上洗发水会增加皮脂分泌量，杀死有益细菌，反而使头皮和头发变得不清洁，气味也更加明显。而更多人关心的可能是头发的油腻感，这是开始使用立竿见影洗发方式时大家可能会经历的情况。长期使用洗发水导致的过度发育的皮脂腺会持续产生过多的皮脂，因此到了下班回家的时候，头发可能已经很油腻了。为了消除这种油腻感，需要耐心等待皮脂分泌量减少，皮脂腺变小。相信通过坚持用水洗头发的方式，可以增加头发量，恢复健康美丽的头发，消除油腻感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另一个困扰，即头皮痒的问题。这同样是由于过度发育的皮脂腺引起的。大量分泌的皮脂接触空气后会氧化成大量的过氧化脂质，这些过氧化脂质刺激头皮，导致炎症，从而出现痒的症状。因此，随着皮脂腺的缩小，痒感也会逐渐减轻。最后，我们也想提及一下对皮肤受损增加的担忧。皮肤表皮细胞大约每28天更新一次，这些细胞层是皮肤最外层的部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刺激。这些角质细胞经过时间的老化脱落后形成的就是头皮屑。另外，如果头皮健康且新细胞正常生成，少量头屑是正常的现象，但过度洗发反而会导致大量头屑产生。洗发水中的成分渗入毛孔和头皮，头皮试图排出这些成分，结果可能导致头皮发炎。这时，为了替换受损细胞，会发生剧烈的细胞分裂，新细胞被送入发炎区域，同时受损的旧细胞被推到皮肤表面，形成大量头屑。然而，过度洗发也可能导致头皮极度干燥，皮肤细胞分裂显著减少，新细胞生成减少，角质细胞数量减少，从而减少头屑产生。由于极度干燥，未成熟的细胞被推至头皮表面，无法脱落，也会出现少头屑的情况。一般认为，多头屑是病态的表现，相对而言，少头屑更为清洁，更为健康。有些人可能认为头屑少是健康的表现，但实际上过少的头屑也并非健康状态。通过持续适量的水洗发，可以逐渐改善头皮问题，头屑量也会逐渐接近正常水平。当然，适应新方法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这只是最初阶段而已。一旦恢复皮质量到正常水平，头皮和头发就会逐渐变得更加健康。要让头皮和头发感到愉悦，保持积极的心态很重要。现在我们将详细介绍期待已久的水洗发方法。今天只会介绍基本事项，但在本书中，您还可以了解到除了水洗发外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是水温的选择，34至35度是最适宜的温度。我们的体温大约是36至37度，而皮肤表面的体表温度是30至35度。在这个温度下，皮脂可以正常流动，因此34至35度的水温足以洗净头发。关键在于通过按摩来清洁多余的皮脂，同时保留头发所需的皮脂。但是，如果水温过高，会溶解细胞间脂质，导致头发和头皮干燥，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要设定过高的水温。接下来的重点是在洗头皮时要轻柔地用手指指腹按摩，就像抚摸豆腐表面一样，避免用力过度或者用指甲刮擦头皮，否则可能会损伤头皮并引起炎症。需要注意，长发的人可以在淋浴时使用刷子梳理头发，或者用10根手指从头发根部开始朝发梢方向轻柔的洗净，类似于解开缠结一样。顺便说一下，有些硅胶头皮刷声称可以在洗发时进行头皮按摩，但实际上可能会去除头皮的水分并造成损伤。事实上，使用手指指腹是洗头皮和头发最优秀的方式，请记住这一点。接下来的重点是在吹干头发时，先用干毛巾轻轻包裹头发并轻压，让毛巾吸收头发上的水分。因为吹风机可能会损伤头发和头皮，所以短头发的人可以选择自然风干也是可以的。作者建议，对于那些长头发的人，需要注意以下的方法来减少吹风机的危害。不要从发梢开始吹干，而是从头发根部开始，同时交替使用温风和冷风，不要集中在同一个位置，保持与头发约15厘米的距离。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是在头发根部微湿而发梢已经稍显干燥的状态下进行修整之后，应避免使用含有化学成分的造型或护发产品。对于那些几乎每天洗发或者一天必须洗数次头发才感到满足的人来说，突然将洗发频率减少到3天一次是不现实的。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要注意，突然减少洗发频率并不可取。首先，停止使用洗发水，改用水洗发开始。如果每天坚持严格的只用水洗发，那么效果将在1个月内开始显现。作者说道，大约3周左右，头皮开始分泌的油脂量就会减少。通常在4到5个月后，油脂分泌量会减少到最高峰的1半左右。到那时，头发就不再油腻或有异味了，头皮和毛孔也会恢复健康状态。你会感觉到头发质地发生了变化。逐渐习惯水洗发后，你会感受到头发更加有弹性和光泽的经历，这会激励你更进一步，尽量延长水洗发的时间间隔，从每2天1次或3天1次开始，直到可能的情况下每4到5天1次。坚持下去吧，即便只使用水洗发，也能相当程度的清除油脂。随着洗发频率的降低，流失的皮脂减少了，而这部分营养被输送到毛囊，使头发变得更加浓密、坚固和光滑。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停止洗发，不要立刻切换到每4到5天洗一次水洗发这种激烈的变化，因为皮脂仍大量分泌时，必须每天清洗，否则堆积的油脂会氧化并留在头皮上，刺激头皮产生过氧化脂质，可能导致皮肤炎和头皮屑大量脱落，造成这样的麻烦。降低洗发频率时，要逐步减少。记住这一点，通过正确的洗发方式和频率，可以让头发更加健康、柔软，并且减少头皮问题的发生。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